最近大兵在关注俄乌消息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么一位帅气的小伙子。他在俄军围攻马里乌波尔时，主动申请留下，独自和俄军战斗将近2个月，之后又独自突围，徒步20天，横穿俄控区，重新与乌军会合。说实在的，这个情节在电影中出现还算比较合理，因此大兵一度以为又是哪个无良媒体爆出的假消息，但仔细去查了查后发现，居然是真的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乌克兰的孤胆英雄亚历山大·伊万佐夫。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22年2月24日，此时亚历山大·伊万佐夫和他的朋友们正在摩尔多瓦基西纳乌的一家餐厅内聚餐，庆祝即将开启的欧洲之旅。正当他们激烈讨论下一站先去保加利亚还是塞尔维亚时，一则消息瞬间将他们拉入低谷。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了特别军事行动，战争爆发了。在片刻的宁静过后，他们开始打电话问候家人是否平安。得到家人都平安无事的消息，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最初的愤怒和担心消散以后，他们开始庆幸家人都平安无事，自己也不在国内。就这样继续进行他们的欧洲之旅，直到战争结束再返回家乡。对于个人来说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然而伊万佐夫突然站了起来：“我要回乌克兰，你们有没有要跟我一起回去的？”“你疯了！让我们忘掉这件事吧，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冲突，很快就会结束。我们策划了1年多的欧洲之旅，就这样放弃了吗？”听了发小安德烈的话后，伊万佐夫握紧了拳头，沉思了片刻，他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如果我不回去，我可能一辈子也无法原谅自己。就算死，我也准备死在家乡的土地上。”说完这些，他转身离开了餐馆。由于飞往基辅的飞机已经停运，他只能买一张返回乌克兰的火车票。抵达乌克兰后，伊万佐夫主动申请加入了乌军。此时，俄乌双方正在鏖战马里乌波尔。伊万佐夫10点左右才刚被批准入伍，下午1点就接到第一个命令，乘坐直升机给马里乌波尔守军运送物资。此时的他甚至连军装都还没有领到，只穿着一条牛仔裤、一件皮夹克以及一件防弹衣和头盔，还有一挺机枪和4个弹夹，就匆匆忙忙地参与了首次运送任务。下午1点40分左右，2架米8直升机以20米的超低空飞行突破俄军封锁，进入马里乌波尔城内，与乌克兰守军取得联系，将药品和弹药交给了守军，并运走了部分伤员。到4月7日，伊万佐夫已经进行了3次护送任务，但每次飞行都是对他内心的打击。在空中可以看到整座城市曾经灯红酒绿的繁华，如今被战火摧残的只剩废墟。最让伊万佐夫难以接受的是，这些废墟里面还有人在生活。他拿着一兜蔬菜和饮用水，敲开了一户老人的家门，将物资递给他后，又闲聊了2句：“您怎么还不离开这里？这栋楼都快要塌了。您的儿女呢？他们没有带上你？”“我的儿女们都在外地工作，只有一个小孙女儿和我相依为命。但前几天敌人炮击时，她被倒下的建筑物砸中了。就算我想走，可我能走去哪儿呢？我用一生积蓄买下了这栋房子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”面对老人的诉苦，伊万佐夫内心五味杂陈。下午4点左右，伊万佐夫返回了集结点，准备乘坐直升机返航。当他一只脚踏上飞机的舱门时，却又收了回来。“队长，我决定留下。比起运送物资，这里的守军更需要我。”队长本想开口说些什么，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，只是点了点头，便驾驶飞机离去。然而就在返程的路上，这架直升机遭遇了俄军的埋伏，被一发防空导弹击中尾桨，导致飞机失控坠毁，机长和其他4名机组成员全部阵亡。
另一边的伊万佐夫则就地加入了亚速部队，并于第二天清早投入了亚速钢铁厂的防御战。作战中，伊万佐夫表现十分英勇，被编入了特种作战的小队。这个小队需要每人都有一个代号。伊万佐夫思索片刻后，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卢甘斯克，而卢甘斯克又属于乌克兰的最东端，决定将自己命名为斯基德。4月10日，即便乌克兰军队作战悍不畏死，但俄军依旧顶着巨大的伤亡，成功占领了伊利奇冶金厂和亚速钢铁厂的中间地带，使得乌军陷入被分割成3段。为重新夺回阵地，伊万佐夫自愿参加了突击小队，即使表现优异，打掉了数个俄军哨点，但俄军很快又会进行反击，双方反复拉锯了2天后，4月12日，乌军伊利奇冶金厂被俄军占据，1000名海军陆战队员被俘，400余人不愿意投降，并成功突破了俄军包围，抵达了亚速钢铁厂。4月20日，俄军又攻陷了马里乌波尔的港口地区，大约500余人突围成功，进入亚速钢铁厂。此时，俄军已经占据了马里乌波尔城区的95%。战争研究所的分析人士认为，马里乌波尔将在1周内陷落。然而，谁都没想到，乌克兰人顽强的斗志，让这些专家们的推断成了一个笑话。4月22日，原本钢铁厂有2300多名乌军士兵，但伊利奇冶金厂和港口沦陷后，不愿投降的守军纷纷撤往钢铁厂。此时的亚速钢铁厂内已经达到3000多人，双方在钢铁厂爆发激战，俄军以每天几米的距离推进，乌军也付出了较大的伤亡。为了加快速度，俄军甚至使用温压弹对钢铁厂掩体进行轰炸。第36独立海军陆战旅旅长谢尔盖·沃林斯基回忆称，感觉就像是一场地狱真人秀，我的士兵为生命而战，全世界都在观看这一有趣的情节，痛苦、饥饿、眼泪、恐惧和死亡。战斗持续了将近1个月。5月16日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，已经结束了在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任务，准许守军自行遣散或投降。消息传到伊万佐夫耳中，整个人瞬间都憔悴了。他甚至一度想过就这样了结自己，但他还是放弃了，因为看到满地的伤员。经过近1个月的战斗，几乎每个人都带伤，其中失去战斗能力的更是有200-300人。现在投降，至少他们都还能活命。此时的伊万佐夫的内心十分煎熬，如果战斗继续，到时候必然全军覆没，但投降他的内心又无法接受。最后他决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反击，他将计划告诉了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伊凡，两人一拍即合，他们找到了一个十分隐蔽的下水道，并且在里面囤了足够两人吃7天的粮食，准备等俄军放松戒备以后逃出去，穿越俄战区和友军重新会合。就在计划的前1夜，伊凡选择退出，因为俄军承诺会在战争结束后让他们回家。他已经厌倦了战争，但他也承诺绝不会向俄军透露伊万佐夫的计划。5月21日，最后一批531名乌克兰守军投降，俄军完全控制亚速钢铁厂。伊万佐夫也换上便装，藏进了事先选好的隧道内。第1晚，俄军对整个仓库进行了搜索，伊万佐夫甚至可以听到俄军的交谈声。他紧紧地握着一把手枪，心想一旦被发现，就先开枪打掉一个俄军，然后再了结自己，绝不做俄军的俘虏。这样的紧张情绪一直持续到天亮，伊万佐夫一整晚都没敢闭眼，直到下午5点左右才昏昏沉沉地睡去。他在里面藏了足足7天，到第7天夜晚，俄军的守备力量明显减少。他将3个弹夹、1颗手雷、1面乌克兰国旗和自己的军装，以及几盒罐头、2块面包装入自己的背包中，再把一把马卡洛夫手枪别在腰间，并用上衣盖住后，他瞅准时机跑了出来，开始了他的回家之旅。离开钢铁厂后，他计划沿着 H08 高速公路向西北方向前进。这条高速公路可以直通到
扎波罗热。如果扎波罗热沦陷，他打算沿着第聂伯河继续向北。当他刚走到城郊，发现有一队俄军在公路旁看守，对来往的车辆进行检查和搜索。但在夜色的掩护下，他躲进了两旁的树林，成功绕过了俄军的检查点，开始沿着公路继续前进。没过多久，他就主动选择放弃，沿着高速公路继续前进，因为这条路上有好几处废弃的坦克和装甲车，而俄军的后勤人员则开始对这些坦克残骸进行拆解，将一部分有用的零件回收，所以整条道路上时不时就会有一个俄军的小据点。他只好尽可能的远离公路。走了整整1晚后，看着天空逐渐明朗，他决定先找一片树林吃饭，等到天黑以后继续前进。他打开背包后，看着满满的罐头和面包，他做了一个让他十分后悔的决定，因为罐头的重量要比面包重得多，所以他打算先吃罐头，减轻自己的负重，等罐头吃完了再吃面包。再走了3天左右，成功走出了顿涅茨克州，抵达了扎波罗热州的第一座城市罗季夫卡。由于俄军对城市的戒备，他无法进入城市补给，只好在城外继续吃罐头。本来也没什么，他的晚上下了一场雨，将整个背包完全打湿了。第二天清早再打开背包时，面包经过1夜的发酵，已经开始变味了。于是他紧急决定还是先吃面包。第二天副作用就出现了，他开始拉肚子，感觉整个腹部都像被无数个子弹打中一样。当他抵达新乌克兰卡后，他做了一个让他更后悔的决定，把坏掉的面包丢掉。之后走了1天，抵达了巴洛奇基，这是一座只有300人的小村子。在对此处观察了几遍后，发现俄军对这里并没有任何驻防。此时他被腹痛折磨，一度想要了结自己。当他发现这个村子没有俄军，并且有一家诊所时，他决定进去买点药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诊所的门，医生向他询问了病情，给他拿了些针对性的药。付完钱后，又向医生要了些热水，将自己的水杯装满，随后继续他的旅程。当他抵达波洛伊后，他发现自己的手机没电了。一路上为了节省电量，他总是在需要时打开，不需要时则关机。到现在，手机是一点电量也没有了。如果说失去手机，导航并不算大问题的话，当他打开背包的时候，大问题就出现了。他的罐头吃完了。更要命的是，波洛伊作为一座拥有2万人的城市，俄军在此处驻扎了一个治安部队，这导致伊万佐夫完全没有办法进行补给。就算想找一个小村庄进行补给，没有了导航，他并不知道附近哪里有小村庄。思索片刻后，他决定继续前进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距离最近的吴军阵地只有2天的路程。从5月28日开始，到现在6月15日，已经连续走了18天。晚上1点左右，天空开始下雨，又饿又困又冷，让他不停地打颤，迷迷糊糊地走了10几分钟。他一瞬间清醒了，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俄军的小帐篷，而且里面还传出有人交谈的声音。伊万佐夫本能地想要绕过去，避免被俄军发现，但当他准备后退时，又想起了什么。如果他现在退走，在没有食物、没有导航的情况下，大概率会迷路。如果找到一个没有俄军驻扎的小村庄，或许还能进行补给，但万一遇不到呢？想到这里，他决定放手一搏。他悄悄地匍匐到一处斜坡后面，打开背包，从里面掏出一颗手雷，从帐篷的入口丢了进去。瞬间，3个俄军士兵大惊失色地从帐篷里窜出来。伊万佐夫瞅准目标，5发子弹击伤2人，另外一个完全不知道伊万佐夫在哪儿。伊万佐夫又果断连开3枪将其击倒，随后迅速撤躲入斜坡后，更换一个弹夹，又跑到另一个方向探出脑袋观察，发现俄军正在向着之前的掩体丢手雷。随后伊万佐夫从侧面开枪将3人击毙。又观察了一会儿，确实没有其他人后，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搜索帐篷，找到了一些单兵口粮和几个罐头。又担心会有后续的支援，伊万佐夫并不敢待太久，他决定将这些全部打包后，继续踏上了旅途。看着天快亮了，他找到了一片树林进行休息。为了防止无人机发现自己，在身上做了许多伪装后才敢入睡。到下午3点左右，一阵急促的枪声惊醒了他。经验告诉他，这种枪声并不是俄军的枪声，但伊万佐夫仍然不敢大意。他见多太多因为大意而丢掉性命的人了。他弯着
腰向着一处防区靠近，翻过围墙后，随手捡起一根树枝。他将自己的乌军军装用树枝撑着，从房屋的左侧露出一部分，自己则偷偷绕到右侧进行观察。在四处张望了片刻后，他发现远处的一队乌军士兵正在以战斗队形向着这片防区推进。伊万佐夫的泪水瞬间湿润了眼眶，20天的逃亡生涯终于要结束了。他将自己的乌军军装收了起来，原本是打算穿上的，但由于担心附近会有俄军士兵，谨慎了20天，如果最后时刻翻船，那可就坏了。所以他决定穿着便装，并将自己包里的乌克兰国旗拿出来。他高举双手，右手拿着乌克兰国旗站了出来。乌军很快就发现了他，并且示意让他先趴下。随后2名乌克兰士兵弯着腰跑了过来，对他进行简单的搜身，发现并没有威胁后，带着他一起回到了战车旁边。我是马里乌波尔撤出来的守军，亚速营第3独立连，我包里最下面有我的证件。随后他的身份被汇报给上级，在经过几天的核实后，发现确实有这么一个人。核实完身份后，伊万佐夫又被带去进行安全调查。在经过10多天的盘查后，确定了他并没有叛变，的确是从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徒步200公里来与部队会合。在这些流程走完后，他被重新分配给亚速团继续参与战斗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他这样总结了自己20天的旅程。这的确是一段很精彩的故事，战争教会了我许多道理，被占领区的人们给了我很大帮助。你知道的，我现在还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，等战争结束后，或许我会出一本书，详细讲述我这20天的故事。但是现在，快让这场苦难的闹剧结束吧。大家认为，如此传奇的故事在战争结束以后，会不会被拍成电影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